歡迎大家回來。這個禮拜我們都知道 G7 峰會在法國召開啊，那麼會後也發表了聯合聲明。7國領袖呢，除了在烏克蘭議題上面達成共識，說要加強對基輔的軍事支持，也要擴大制裁俄羅斯。另外 ，G7 各國也同意，2030年以前呢，不應該從單一國家進口60%以上的稀土和其他關鍵礦產。G7 的領導人也承諾在年底前要制定具體目標。擺明就是針對中國大陸啊，雖然沒有直接點名，但是呢，彭博也立刻指出啊，說很多重要的礦物從開採到精煉，不僅技術的門檻高，環境成本也相當沉重。更關鍵的困難點在於呢，中國大陸在加工能力上還有產業的 know-how 是其他國家沒有辦法在短期內複製的。所以呢，彭博就認為，如果要真正擺脫中國大陸在採礦、精煉、加工跟磁材製造上的深層優勢，仍然需要多年的時間跟龐大資本的投入。另外一頭也看到，美國國防部旗下的戰略資本辦公室呢，最近他們跟能源燃料公司 Energy Fuels 簽署了一項金額是7.25億美元的有條件貸款承諾協議，目的呢就是要擴大美國本土的稀土加工能力，希望降低對中方稀土供應鏈的依賴。好 ，G7 這次看到像是大拜拜的這個又開了一次會，好，表明決心，說接下來還要聯手。雖然沒有點名，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是針對中國大陸啊，針對北京要累積他們的談判籌碼。但是彭博剛才我們所聽到的也說了個大實話，點出了難處，就是那句話：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我們怎麼看 G7 的稀土新戰略？尤其是那60%的紅線目標達得到嗎？倩姐，它這個60%，當然你要看是什麼稀土啊，就是重稀土是應該不可能達到，但是有一些目前譬如說在馬來西亞啦或其他地方也可以提煉的，它或許有可能達到近似，但是我覺得還是非常困難的啦，因為現在中國大陸呢在開採部分是全球70%，我們都知道，可是在分離加工是90%，在永磁的原料部分呢，也是90%。是，所以你可以看到，全世界從美國開始想要繞過這一條鏈啊，其實都碰到了很大的困難。美國最初做的就是，我想那個吳老師一定很熟，在 Mountain Pass 這個地方，這個已經廢棄的礦場呢，那美國現在由國防部啊，也帶領了各種各樣的公司一起去入股以後呢，要在南部去建立它的永磁工廠。那現在它正在積極的處理，那是國家介入。那麼另外呢，它也在外國，主要是在澳洲有一小部分在其他的國家用澳洲的礦產在別的地方建立分離廠，譬如說到馬來西亞建分離廠。那現在呢，可能我最近看到它的那個 Energy Fuel 那個公司要去收購澳洲的那個戰略礦產公司啊 ASM， 然後他們是要到韓國去建廠。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們想要去挪開這個稀土供應鏈的做法，多半在美國這個龐大的國家呢，它在國內試圖的是在國內建立一個至少在後端做那個永磁的能量。那它前端只要能夠找到一定程度的供給的話，它後端那個現在中國大陸佔90%的永磁的部分呢，它可以增加一部分它的戰略安全。是。可是其他的國家，你還是得要向一個国家買啊。你要到哪一個国家去買呢？目前就算是澳洲跟馬來西亞的合作，或者是将來美國收購了澳洲去跟韓国的合作裡面，都還沒有我們現在講的是那種比較重的稀土啊，重稀土的部分目前還沒有看到。那麼其他的部分呢，可以在3年5年之內可以有一定的供應。所以这個60%應該就是說人類要去登月一樣的一個目標，就是其他的國家希望我們能夠登月。當然有人會說那登月2030就要去了，中國大陸2027就要去了。可是你要記得，人類剛開頭說要去登月的時候，我們還是在講的是嫦娥跟吳剛呢。所以從那個時候到現在，未來的稀土從一個90%永磁材料，90%以上的分離加工，90%以上的重稀土的供應都集中在中國的情況之下呢，要達到其他地方60%，是一個非常大的挪動，事實上也非常困難。是啊，稀土對於中國大陸來講，還是至少短期內是沒有辦法你超越它現在所擁有的這個優勢哈。而且我想補一下，就是說大家都知道稀土它在分離的時候其實是個高污染的產業，可是中國大陸在科技上面也把稀土的分離提煉的那個污染程度呢也大大的降
降低。所以其他的國家如果既要維持他們的戰略需求，又要維持它的環境標準的話，那就是另外一層的困難了。对啊，这個重點真的是因為歐洲向來就是以 G7 為主的歐盟、歐洲這些向來重視的是環保啊，那你沒有辦法去承受那個環境成本，你需要有高級的環境能力，就要靠技術，對，看你有沒有辦法能夠有這種技術達到。那麼除了稀土以外啊，還有一個就是礦產。我們先前曾經分析了，就是中方禁止鎢礦出口之後，對於其他國家產業造成的衝擊。那現在有一個最新發展，另外一種新的礦產就是叫鉬啊，一個金字旁在一個眼目的目。它是一種重要的戰略金屬，它少量增加到鋼或者是特殊合金當中呢，可以提高材料的耐高溫、耐腐蝕、散熱快速這些相關特性，所以呢，也因此成为半導體跟精密零件拋光製造過程當中的關鍵材料，並且呢，廣泛應用在航太、國防、核能、石油化工啊這些相關的高溫高壓產業。而這個時候看到《韓國時報》有報道說，全球最大韓國這個一家唯一的阿爾蒙蒂韓國鎢業公司宣布在江原道的桑東礦區發現了被稱為是黑金的鉬礦，預計這個儲存量呢可以穩定開採超過60年。而目前南韓有超過80%的鎢跟90%的鉬都是高度仰賴中國大陸的供應。台灣這個稀有貴金屬回收冶煉大廠他們的總經理吳永忠也認為說，鎢跟鉬這兩種金屬的特性是完全不同，不可能替代的啦。所以呢，他是持續看好鎢的應用前景。不過我們提到的這個鉬這邊有張圖表特別做出來給大家看它的基本資源，因為它熔點也非常的高，2623度攝氏度。主要剛剛提到了應用在鋼鐵、國防、能源、半導體跟電子產業。為什麼說它是重要的戰略金屬？因為它可以運用在軍事方面、能源方面、科技方面跟基礎建設方面。好，重點還有一個這個全球的鉬產量的分布，中國大陸是第一，而且比智利呢要多出1倍。這個儲量部分的分析目前中國大陸也是排在第一美國第2，第3是秘魯，第4智利，最後是俄羅斯。所以現在說發現巨大礦藏的南韓其實還排不到前5名。我想請教大使的是，南韓這樣的放話，像稀土市場這個好像是預先拋出了一個利多，它背後圖的是什麼？我想穩定軍心吧。對，因為鎢跟鉬好像可以那個魚目混珠一下。因為這個現在三星跟海力士，他們在這個製造晶片，不管是邏輯晶片還是記憶晶片的時候，它製程中要使用的一個重要的光刻膠一個塗膜叫這個6氟化鎢。現在這是很熱門一個名詞，6氟化鎢沒有6氟化鉬，只有6氟化鎢。鎢還是重要的，鎢還是重要的。所以這個鎢，他們80%是靠日本2家廠供應的。這2家廠，一個叫關東電化工業，一個叫中央燒子這個2個公司，他們提供了這個韓國這2家廠的80%的6氟化鎢的這項產品。那這2家日本公司已經正式告訴他的客戶，7月1號以後永遠停產，因為沒有鎢了。沒有鎢，因為鎢是中國大陸對日本進行稀土禁運的一個重要項目。是，那所以就變成就是說，現在是一個大恐慌。美國也出面跟中國大陸喊話說，你這個還要網開一面啊。對。那美國說，我這樣做的原因是因為從全球產業鏈的供應面廠方面來順暢來出的，也就是說。你這個東西都有整個芯片的供應會出現大的一個波動，那投入一個極大的一個變數，那這個對大家都不利。不過中國大陸是斷然拒絕，中國大陸說，外交部發言人講得很清楚，我們對日本進行這一些關鍵稀土的禁運就是要怎麼樣？要斷絕日本新型軍國主義的再起，以及日本永和的企圖。基本上講得很清楚，所以看起來是不會恢復了。那鎢，不管是鎢還是鉬，我們還是回到這6氟化鎢好了哈。這個鎢事實上，中國大陸整個它的儲量是全球的53%，可是目前它的產量
也是全球的78.8%，而且它的成本低於國際的成本，整個生產成本低30%到50%，所以呢，基本上中國大陸在這個鎢的供應上是非常非常關鍵的，而且這個鎢的整個裡面比較精煉的所以精煉鎢粉，還有另外一個比較高端使用的一個叫什麼叫重鎢酸銨這樣子的一個產品是中國大陸的市場的占有率超過90%，所以呢，這個部分就變成這個中國大陸在鎢的供應上是不可取代，那即使其他國家要跟進的話，那麼從開採到一般外面說最樂觀的講法，從探勘開採到這個精煉生產，最快要3到5年，所以這個目前3到5年之間，國際的這個需求的這個買家是沒有任何其他選擇，對，所以呢，真的是被卡到脖子了。所以日本急了啊！這次在 G7 也看到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他在会中就表示說，他非常的擔憂。来，我們看到在畫面當中他的說法是說，他非常的憂慮中國對日本所採取的措施，可能會對7大工業國集團跟理念相近的國家的供應鏈造成影響。日本沒有了鎢，非常的緊張。沒關係，我們這裡有鎢，因為我們有鎢老師。鎢老師，我想請教，短期之內，如果中方持續的就是管制鎢的出口，對於日本半導體，因為現在他們非常的積極想要把他們的半導體振興可是如果沒有鎢了以後，後續的這個衝擊評估。這個一定是有衝擊的，那要想就用各種辦法來補救，也一定會有辦法。可是呢，這個都是時間跟程度的問題。那半導體呢，是一個從這個用材料這個角度來，用鎢這個材料來講，是一個成熟的部分，所以它已經用得很成熟。雖然這個鉬跟鎢在這個原子這個化學元素表上面是同一個6B 組嘛，我在想我們高中背那個化學元素表，對，它是同一個組6B 組，所以它的確有相同的化學特性。可是之前人家沒有用鉬，是用鎢，就表示它有很多特性更適合用。那當你用得這麼習慣的時候，你要換成另外一種元素，就算它本來是相近的同一組，那你要花相當長時間。所以你剛剛講說有沒有衝擊，當然有，它花多少時間換到超支或者是彎道超支，再補足這個部分都要很長的時間，所以我蠻贊成剛剛謝老師講的，韓國政府當然先出來喊話一下，因為穩定軍心嘛。可是你在實務上，產業界真的要能夠用一個新的取代產品，讓所有的供應鏈大家都要來配合，來補足半導體這個部分在使用上的短板是很困難的。雖然它要的量並不是非常非常大，要的量是很小的，可是呢，如果就完全沒有，那你要做真正高端的，日本現在是希望能夠做高端的半導體它的北海道那個 Rapidus， 它一開始設定目標就是2奈米所以要做很高端的產品，這仍然會是它的一個很重要的，可能會被卡脖子的弱點就是短期之內至少看不出來有任何的替代性。短期沒有，絕對沒有那麼容易的，絕對短期絕對沒有。我講的短期是1-2年，甚至2、3年之內都不太容易被短期是1-2年都取代的。對对对，你要做一個那個新的產品，你要花多少錢去測試，讓它能夠達到我們剛才在講到良率、穩定和大量生產，這個都很不容易的。所以總結一個結論，剛才3位老師都講到了這個南韓這次特別說這個鉬可以取代鎢，但是我們知道是不太可能。您剛才提到也是時間的問題，也沒那麼容易但是就是那句話，喊出來穩定軍心就好。馬上回來。中美互動牽動全球，美中競爭，地緣爭霸，外交、軍事、科技、經濟，多元觀點，權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賽局。每週6日，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好，這一段我們要來關心的是中東的局勢那麼特別是在這個禮拜，我們看到了美國跟伊朗呢，為了要結束軍事衝突18號雙方簽署了伊斯蘭堡的這個諒解備忘錄 MOU。那原本是19號這一天要在瑞士日內瓦要重啟談判結果臨時喊卡。那外界分析呢，這個原因可能是出現在這個最近這幾天，以色列不願意停止攻擊黎巴嫩，因為19號凌晨呢，以色列的軍隊呢又狂轟黎巴嫩南部多處城鎮。當然呢，這個聲援伊朗的黎巴嫩真主黨呢，也在黎南山區炸死了以軍大概有4個人左右。同一天，路透也報道說，真主黨與以色列已經同意停火，
美國跟卡達的談判代表在伊朗的協助下促成了這項協議。好，這張圖表呢，給大家看一下，就是哇，真多14項協議條文的重點。但是呢，其實主要的目的當然就是全面停火，相互不干涉。可是呢，這也是一個重點，是60天內接下來60天內會完成最終協議談判。好，簽完了之後的60天，可能就是有很多的變數。那當然，美國會解除海上封鎖，荷姆斯海峽要恢復通行另外是建立合作機制等等。好。還有就是核武的問題，這個也要接下來繼續談的。濃縮鈾怎麼樣來處理？美國這個石油的制裁權豁免，還有解除這個伊朗海外資產的凍結。好，14項，可是看起來很複雜，但是呢，原則上主要的目的就是先停戰。可是現在看起來，這14項協議是一個極為脆弱的協議觀察重點就是剛剛提到的，簽完之後的60天，你會有什麼樣的變數出現？對照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先前的說法，他曾經說，以色列軍隊不會從黎巴嫩南部撤出，並且呢會根據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繼續維持在黎南的安全區的這個軍事存在。所以大使現在聽起來，是不是以色列變成了這個美伊最後往下走協議要確認的最大變數？對，這個只要以色列對這個黎南用兵，或者對貝魯特進行轟炸的話，伊朗就會拿這個出來當理由，就會對美國施壓，那要美國來控制以色列。所以現在以色列最不爽的就變成美伊談判，以色列沒有在餐桌上，反而跑到菜單上去了。你看以色列、伊朗跟美國停火，怎麼會停到這個黎巴嫩去啊？對，所以對以色列來講，這是奇恥大辱，此仇必報。然後呢，也不可能退出黎南。那不過這個裡面有一些細微的一些有一些關鍵，就是說以色列如果不對貝魯特進行無差別轟炸的話，那伊朗的反應會比較小一點。那因為現在這個那當時這個伊朗對以色列進行攻擊的時候，是因為以色列對於貝魯特南郊的這個所謂的真主黨領導人居住的地區進行這個猛烈的轟炸，是要把這些真主黨的領導階層一舉全部端掉的時候，伊朗就出手了。那現在事實上的話，以色列在這個陸軍地面上的進攻並沒有停，因為過去有一個就是說這叫緩衝區，過去的緩衝區事實上從伊朗跟以色列跟這個黎巴嫩的邊界線向北推20公里，正好推掉一條河，這條河叫利塔尼河，所以利塔尼河一直是那一個以色列緩衝區的北方邊界沒有變過，可是最近我看了一些報道說，以軍已經越過利塔尼河，深入30公里，所以呢，這個是衝突的根源。可是因為是陸軍的話，所以它造成的傷亡是有限，它的這個也不是國際大城市貝魯特所以國際上的這個觀瞻的影響並不大。可是在這個地方，我認為以色列並沒有停止在這個地方戰鬥，而且在不斷的在擴大它的它的所謂的這個緩衝區的這個以軍的控制的這個地盤的大小繼續擴大，而且以色列前一陣子又通過一個國內的法律，他已經同意在西奈半島在未來一段時間移入10萬名以色列的移居者，也就是把這個以色列人就直接送到西奈半島去了，那麼進行屯墾那現在這個黎南的部分的話，以色列是一樣，軍隊走了以後，軍隊控制了前線，後面人就進去了，然後把這些其他的原住民原始住民把它限時離開。那這離開方式也跟在加薩走廊很簡單，就那樣散傳單，對，說我的軍隊有軍事行動就在這一塊明天下午3點鐘要來了，你們趕快走，你们趕快走吧。就看這些當地的這個世居於此的這些人就趕快這個收拾細軟再逃了就回不來了。所以這個是目前的情況。可是問題就變成就是說，這要看這個伊朗能夠忍受到什麼一個空間，因為伊朗的關鍵點在什麼？
伊朗的關鍵點在真主黨，真主黨是不能被消滅的。對，那你去占一點這個黎南的地盤啊，可能還沒有真正好碰到以色列的這個核心利益，伊朗的核心利益。所以我覺得到底會不會以色列會不會怎麼講呢？或真的哈又觸起伊朗哈再繼續要發這個飛彈哈去攻擊以色列，我覺得還值得觀察的。要伊朗不打的話，美國就還可以多混一些日子。就這樣聽起來，其實以色列只要不受控的話，其實就會可能變成，即便是簽了，未來60天還是一個非常大，會影響到整盤局的一個變數。紐約時報專訪了美國的副總統范斯啊，那範斯就點名批評以色列極右翼的財政部長跟國安部長2個人，而且直接就質問啊，那些強烈反對美伊和平協議、堅持持續戰事的這些以色列強硬派。范斯的問題是說你們具體的方案到底是什麼？你們是一個人口只有900萬的國家，不能夠靠殺戮解決每一個國家安全的問題。那范斯也強調呢，川普是這個時候世界上唯一同情以色列的國家領袖。他還說呢，如果他自己就是以色列的國會議員啊，或者說國會閣員啊，政府閣員，他恐怕不會攻擊以色列如今唯一的強大盟友。其實范斯跳出來講話，應該也是代表川普在表達這個對以色列的態度哈。可是問題就在於納坦雅胡跟他身邊這個我們剛剛講說主戰派，他們現在怎麼想怎麼做哈。所以切姐覺得美國有辦法讓美伊協議真正的落實生效，甚至是執行嗎？您覺得樂觀嗎？我覺得從2月28號那一天的時候看的話，美國跟以色列似乎有共同的戰略目標。但是從6月18號的這個角度看，或是從6月15號那個細節出來的角度看呢，美國跟以色列的戰略目標呢是已經開始有逐漸的分歧了。因為到現在為止，美國現在比較重要的戰略目標應該是要脫離戰場，然後迅速的重建海峽秩序。而以色列的戰略目標仍舊是區域性的，就是徹底解決他認為對他的安全風險。是在1996年那個 Clean Break 計劃裡面，也因此呢，就剛剛講的像是哈斯巴拉真主黨，或者是南邊的這個其他的像跟他有關、跟伊朗有關的叫抵抗之湖的任何一個地方呢，對於以色列來講都是解除它的安全威脅。所以一邊已經回到了全球戰場上，或是全球大範圍上面美國的主導權；另外一邊呢，以色列還是留在一個區域性的國家安全的這個角度。所以如果我們把跟過去的一些4大協議來做比較，我就簡單的拿伊朗核協議，在俄烏的時候的第1階段的明斯克協議第1、第2，或者是這個戰爭，就是俄烏戰爭後來開始的時候，在3月就開始有的這個伊斯坦堡協議呢，就是在2022年和這一次的2026年這個伊斯蘭馬巴德的協議，你去看，它最後都不是在剛剛講的14點中間的技術程序或者是文本。它最後最大的困境，看它的分歧，都是在於說你最後的戰略目標能不能夠收束到非常接近，大家對於最後終局的想象是不是一樣？所以今天顯然看起來，以色列在納坦雅胡的主導之下，他所希望的終局還是他原先設定的那個終局，就是完全的去解決他所謂的生存威脅，要畢其功於一役。完整的，好不容易讓美國跟他一起用雷霆之勢啊，叫史詩性的憤怒去擊打了伊朗之後呢，他沒有離開，他希望能夠讓那個以色列完全沒有風險。對，所以因此他對於抵抗之湖的每一邊啊，南部的和北部的，或者是任何我們剛剛講，無論是那個西奈半島啦，或者戈蘭高地啊、加薩走廊啊、西岸啊等等，都是一模一樣，就是以色列要到一個比較擴大的一個領土，並且沒有任何的風險跟威脅。那這個剩下的就是伊朗之所以會撤出的理由。今天伊朗如果不借着美國希望能夠脫離戰場，只要在石油美元上面維持它的霸權，維持它在石油經濟上面建立的美國霸權，並且讓荷姆斯海峽可管理的這幾個戰略上面呢，願意跟伊朗讓步的這個勢頭的話，他就再也沒有其他的機會可以去保護像
真主黨。所以現在的情況真的就是以色列隨時可以讓他破局，但是要看美國願不願意用更大的力量去告訴以色列，你要不要試着一個和平的終局。這個態勢最近大家也在討論，就是說未來的一個新的中東或者是新伊朗的一個形成啊。那剛才倩姐也提到說，當初美以的戰略目標其實是共同的，是一樣的，但是呢，以色列沒變，美國最後變了。那所以現在我們剛剛講說14項協議呢，這個美國也承諾，除了14項協議以外呢，跟區域夥伴要共同擬定一筆規模至少3000億美元的重建與發展基金啊，作為民間投資工具，但不是用作重建或戰爭賠償的計劃。而川普呢，則是在 G7 的峰會場邊呢，他是大力的讚揚說這個美以協議啊。那並且說呢，這只是備忘錄啊，要是他不滿意的話，可以重新開火哈，把炸彈扔到伊朗的頭上啊。如果不喜歡不守規矩的話呢，我們會回頭丟炸彈砸他們的腦袋啊。這當然，這個川普的話我們聽聽就好。川普自己以為的這個甜頭呢，看似把美伊的停戰包裝成一筆生意啊，但是當時開打所犯下的戰略錯誤啊，吳老師，我想請教你啊，現在靠着這14項的協議，就能夠順利的、安全的下車嗎？那剛剛也點到了，以色列是一個不可控的，或是甚至是最大的一個變數哈。那除了納坦雅胡本人自己的個人政治生命以外，還有沒有其他的部分您看到的？因為川普講話大部分都不能信，但剛剛講的有一句話對，他說這只是一個 memorandum，MOU， 這不是真正的協議啊。那這個 memorandum 好，就算是協議好了，那誰簽的？美國跟伊朗嘛。可是剛剛倩姐講到一個。這個反抗之湖是不是？這周邊抵抗之湖，這周邊還有很多都是對以色列不滿意、對美國不滿意的。那本來他們力量非常小，那這種很小的這個，你叫他地方諸侯也好，地方勢力也好，要不然你把他打服，那就以色列現在的做法；要不然就是剛剛講的，伊朗如果有足夠的實力、財力，能夠安撫他們，讓他們大家過好日子也可以。可是這兩個條件現在都沒有出現，所以兩個簽約的，其他沒有簽約的都有意見，利益沒有被保護，又不能被打服，又不能被安撫。他們難道會乖乖在那邊坐以待斃嗎？不會的啦，他們也會出來鬧事的。那現在他們鬧事還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工具，就是無人機啊，這種武器很便宜，我就開始鬧了。那大國就有弱點，這就是所謂的不對稱。不對稱的戰爭，就對方要有弱點。所以這些小的勢力，既然又有不對稱的